我想很多人可能都有这样的经历，就是因为一段音乐产生了一些感受，然后心里呢还有很多画面。咱们虽然很难解释清楚到底是为什么，但是音乐它就是有这种奇妙的魅力。音乐是一种抽象的艺术，比方说一张画吧，你看到之后它画的是什么一目了然，对吧？但是音乐它就不是这样，音乐会引起人心里面一系列的感受，但是你又没法把它说清楚它到底是什么，这就是一种抽象。比方说一个心情不好的人，他听了一段悲伤的音乐，他一边听呢一边就会想起他自己的那些心事，这时候呢他的内心就在和音乐进行共鸣。这个呢就是音乐的语言，它用一种抽象的形式引起人的内心的活动。而在所有的音乐形式里呢，古典音乐又是最抽象的。当然我个人是非常喜欢古典音乐的，如果说整个音乐是一个宫殿的话，那么在这个宫殿里，古典音乐就是王冠上最璀璨最明亮的那个宝石。但今天我想给大家说的呢，是古典音乐里相对不那么抽象的形式，也就是交响诗。为什么它相对不抽象呢？因为交响诗它是有画面的。所谓交响诗呢，就是用音乐去表达诗一样的内容。那诗是什么内容呢？就是或者讲一个故事，或者是描述了一个场景。今天想给大家介绍的呢，是斯梅塔纳的交响诗套曲《我的祖国》里面的一首，叫做《沃尔塔瓦河》。这个呢是一种标题音乐。什么是标题音乐呢？就是它是有一个明确的标题，告诉你这个音乐它是要讲什么内容的。那么这个斯梅塔纳的《沃尔塔瓦河》呢，其实就是用这段音乐去描述捷克境内一条最大的河流。这条河呢，也就是沃尔塔瓦河，它可以说是它孕育了捷克这个国家的文明，所以在捷克人心中它地位非常高。那么一个波澜壮阔的河流是怎么用音乐去表现的呢？音乐又是如何表现画面的呢？咱们得从这个乐曲的最开始说起。接下来呢，咱们跟着音乐沿着沃尔塔瓦河顺流而下，沿途上咱们会看到大河两岸的风土人情。然后这段音乐的旅程，它的开始呢是在沃尔塔瓦河的发源地。沃尔塔瓦河发源于两条清澈的小溪，这两条小溪呢分别是一条暖流和一条寒流。乐曲中用长笛的音色代表寒流，用单簧管的音色代表暖流。如果仔细听的话，你还会隐约听到有弦乐的拨奏，这代表着跃动的水花。在高山上寒冷的森林里面，这两条小溪各自流淌，它们偶尔会交汇在一起，然后再分开，就这样顺着陡峭的山势流淌着。然后呢，他们遇到了其他同样从高山上流淌下来的小溪，这些小溪交汇在了一起，他们再也不分开了。然后地势变得平坦而又开阔，一条由无数个小溪交汇而成的大河展现在咱们面前。这时候弦乐一起演奏出的这个旋律特别优美，就是沃尔塔瓦河的主题。乐曲在这里呢也就进入了第二个部分。这就音乐奇妙的地方，虽然音乐不像画面那样可以看到河流具体的细节，但是听这个旋律仿佛真的能感受到那种开阔的河面，甚至那种微凉的空气那种感觉。另外还有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就是以色列的国歌和沃尔塔瓦河的旋律是几乎完全一样的。这个呢，并不是因为他俩谁抄袭了谁，而是因为他们的灵感都来自于同一首民间音乐。接下来呢，咱们顺着沃尔塔瓦河漂流，你能看到两岸的森林里面隐约似乎有几个小村庄。然后乐曲呢也变换了节奏，进入了它的展开部分。这是一段捷克民间舞曲，一段波尔卡舞曲。
似乎呢这个音乐是从河岸上，也就是远处的村庄传过来的。这一天呢，或许这村里有什么节日，所以人们在庆祝，在跳舞。然后呢，咱们顺着沃尔塔瓦河继续漂流。经过一天的旅行，这时候天色已经暗了下来，夜色下静谧的沃尔塔瓦河上，这时候传来了水仙女的歌声。所谓水仙女呢，就是沃尔塔瓦河的河神，他们正在轻声地吟唱着什么歌曲。咱们现在听到的就是乐团用小提琴模仿的水仙女的歌声，这歌声给人感觉特别飘渺，特别梦幻。因为小提琴它采用了泛音的演奏方法，所以呢，这种音色特别像水仙女那种在夜晚发出的空灵的歌声。夜晚即将过去，当第一缕阳光照射在沃尔塔瓦河上的时候，那个咱们熟悉的沃尔塔瓦河的主题再次响起。乐曲到这里呢，进入了再现部分，就伴随这个优美的旋律，沃尔塔瓦河宽广的河面再次浮现在咱们面前。管弦乐齐奏就像河面上的浪花一样，一波又一波地把乐曲推向一个高潮。他们似乎在期盼着什么，似乎又在酝酿着什么。而远处的河岸上出现了一个繁华的大城市。这时候你听到的音乐其实是斯梅塔纳的交响诗套曲《我的祖国》的第一首，叫做《上城堡》。这个上城堡呢，它建立在一个高地上，所以叫这么个名字。在那个上城堡里面，你现在听到的音乐是它的主题，这个主题代表着这个城堡。而斯梅塔纳呢，在沃尔塔瓦河这里再现这个上城堡的主题，就是为了象征这个地方现在是布拉格。所以现在音乐非常辉煌，极度热烈，似乎咱们在音乐里真的能看到布拉格这个号称是欧洲最有童话色彩的城市。而乐曲呢，到这里就已经接近尾声了，咱们的音乐旅行呢，到这儿也要结束了。刚才这就是斯梅塔纳的沃尔塔瓦河。我大学是学美术的，但是我从小就特别喜欢古典音乐，所以说虽然我这个节目是讲历史、艺术、人文这些东西的，但是呢，我也会讲一些和音乐有关的我感兴趣的内容，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是孤山，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咱们下期节目再见。